欢迎来到暗黑系保养。暗黑系保养，顾名思义，就不是要让你的肌肤变得健康的，而是要让你的肌肤变得好看的。如果你是一个肌肤不健康的人，那么以下的内容你就要自行斟酌要不要效法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在追求变得更漂亮的人，我会在尽量低风险的状况之下，让你自体发光。要让我们的脸发光，首先我们就要搞清楚为什么我们的脸会暗沉。我们脸暗沉的原因大致上有两个，第一个呢是色素的沉淀，而第二个呢则是角质的堆积。如果是色素沉淀了的话呢，那就是要用美白的产品或者是抗氧化的产品会比较有效。但如果是角质堆积了的话，就必须要进行角质的调理。可是这边要提一下，什么叫做角质堆积过后？如果你摸起来你的脸粗粗的，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又没有泛红，那才代表说你可能是角质堆积太厚了。可是如果你肌肤摸起来虽然粗粗的，但是你有泛红的现象，那不一定是角质堆积哦，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脸处于一个过敏的状态，正在发炎，所以你的角质不是过厚，而是根本不平整。在不平整的状况之下，皮肤摸起来也会粗粗的。那如果你是在过敏的状况之下，就不建议再进行调理角质了。如果你的皮肤暗沉，而且摸起来又厚又粗，又没有泛红了的话，那怎么进行角质的调理呢？就是我们这部影片的重点啦。首先，角质的调理有分为物理性的跟化学性的。物理性的就是一般所谓的磨砂，而化学性的呢，则是借由一些酸类的产品来达到焕肤的作用。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，物理性呢，主要是利用磨砂的方式去抛光我们肌肤最外层表面的一层角质。那优点呢，是因为它只在表面，所以刺激性相对的会比较小。而且如果你选到的磨砂的材质颗粒是比较细致的，那就真的很有机会会比化学性的去角质还要温和。但是我本人呢是比较喜欢化学性去角质的，原因是因为化学性去角质的作用比较深沉，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，长期使用下来的脸也会变得比较有弹性一点。当然各有各的优缺点啦，你们就要自己去评估你们自己的肌肤状况到底适合哪一种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示范我常用的化学性的居家焕肤的过程。首先呢，当然就是先洗脸，而酸类的保养，我大概每2到3个月会做一次，主要是要看我肌肤角质堆积的状况。如果你的角质很正常、很健康，当然就没有必要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就是有时候脸会暗沉，而且角质堆积会导致粉刺、痘痘的话，这种情形呢，我就会建议跟我一样做一点去角质的动作。另外啊，酸类不管哪一种酸，我都只会在晚上使用，我不会在白天使用，就算它没有光敏感性也一样。因为如果你在白天使用酸的话，它很可能会导致你的防晒力减弱。另外，如果当天要用酸类的话，我洗脸就不会用我的洗脸手法，我会使用一个温和的洗面乳，然后洗1次就好了。也不能够用任何的物理性去角质，像是磨砂膏啊，或者是洗脸机、洗脸毛巾，通通都不能用。洗完脸之后，也要记得轻轻的先把脸上的水分给压干，不然等会擦酸类的时候会比较刺激一点。然后最近我自己在使用的酸类是宠爱之名他们家的杏仁花酸，但没有说一定是用他们家的啦，因为我自己也用过像是 Dr. Wu 的以及 Dr. 谢的杏仁酸，我也都用过。老实说呢，没有说谁家的比较好，因为酸类这种东西各家有各家的风险。那我之所以最近用杏仁花酸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还具有一些淡斑跟美白的效果。说到这个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所谓的杏仁花酸不是杏仁花萃取出来的酸，而是杏仁酸加杜鹃花酸合成杏仁花酸。那因为杜鹃花酸大家都知道，它本身有一些美白淡斑跟抑制黑色素的效果，所以最近我比较常用，想要淡一下脸上一点小小的痘疤。对了，刚刚忘记说，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你在晚上上酸类之前不要刮胡子。因为如果你刮了胡子再擦酸类，非常刺痛，还有可能造成胡渣这个区块的黑色素沉淀。另外啊，就稍微说一下宠爱之名，我这次用的是7% 的，他们有21跟7% 的，他们是说7% 的可以天天用，因为比较不刺激，而21% 的呢会脱皮，所以适合重点焕肤。但是我个人不这样子认为，因为主要还是要看就是你的肤质是怎样。像我自己皮肤因为很敏感，我用7% 的就已经会脱皮了，所以我基本上根本不太会用到21% 的。那7% 的呢，我也不会天天用，我大概3天用1次，然后整个焕肤的过程顶多用个3到4次
那在使用完酸类之后的锁水，我不会使用一般的保养品，我大部分都是直接用一点点的凡士林在手心上搓开，就当做锁水了。因为酸类这个东西，它比较有机会跟其他的产品做一些化学上面的交互作用，所以用凡士林还是最安全的，它可以让它发挥到一个有效又低风险的焕肤效果。好，第一天晚上的流程大概就是会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明天的状况。好，第二天洗完澡、洗完脸，其实可以看到脸已经有一点在脱皮了。那相信这种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很在意脱皮要怎么办，因为脱皮很丑啊，然后上妆又会斑驳。那其实角质的代谢过程中，之所以会脱皮，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，除了刺激以外，就是缺水。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之下，就会导致酵素的作用不完全，就会让你的皮没有办法完全的离开你的皮肤。因此这种时候啊，我就会开始敷面膜。没错，就是敷面膜。我平常几乎是都不敷面膜的啦，但是由于酸类焕肤的这一阵子，实在是脸太缺水太干了，所以呢，我会在这几天很密集的敷面膜。大概我会连续敷个2到3天，然后每一天都敷1片，来帮助肌肤补满水分。但是要切记，昨天第一天在酸类焕肤的时候不要敷面膜，因为如果第一天使用酸类焕肤，你还敷面膜的话，除了很刺激以外，还会很容易变成敏感肌。另外就是在做酸类焕肤这个大概10天左右的期间，不建议再使用太多的美白跟抗老的保养品了，很容易会增加你过敏的风险。那我会建议就是单纯的保湿就可以。然后也不要像我敷着面膜一直讲话，安尼唔好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听听看皮肤科医师怎么谈酸类焕肤需要注意的事项。酸类的保养啊，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学问，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皮肤科黄医师来为大家解答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翔医师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居家保养的过程中，我们喜欢使用酸类的话，是这个酸类的保养品，我们在使用上面，因为第一次接触，我不敢全脸使用，因为我是敏感肌肤，所以我一开始要从哪个地方去尝试小范围的会比较安全？因为的确酸类的保养品是比较常会遇到的过敏会比较常遇到的问题。通常来讲的话，因为皮肤的解剖构造来讲的话，通常我们的 T 字部位，我们的皮肤是比较厚的，我们的两颊的部分，我们皮肤是比较薄的。通常来讲的话，我们会建议就是先从 T 字部位先开始使用，因为当你用从最强健的部分的皮肤开始使用的话，这样得到的刺激度最小，所以大概你会最不容易得到刺激的问题。那如果说你的 T 字部位都没问题的话，再慢慢试到两颊的部分，这样应该会是比较安全的。所以这个其实在跟我们一般在试用保养品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，如果保养品第一次试应该会试在腋下或者是耳后，但是酸类就稍微不同了。对，因为这个逻辑是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因为通常如果是比较敏感的东西的话，我们会希望你会不会过敏先是在最敏感的地方，因为最敏感的地方的话，你会最先知道。可是如果你已经确定它是一个会有一点刺激性的东西的话，我们反而先从强的地方开始试。那你强的地方没问题的话，再去试弱的地方，才不会说一试了之后整个都过敏起来，这样的话会反而比较难以处理。的确是，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先了解一个逻辑，就是我们到底想测试它的什么，对，然后才来决定。没有错。那像是因为在用酸它其实又比较会有一些脱皮的反应。我其实连用到很低浓度的酸，我都有可能脱皮。对，那我脱皮的状态之下，我要继续使用吗？还是应该先暂停？通常皮肤只要开始脱皮的话，就代表是说皮肤已经有一点点刺激性。只要在皮肤我们觉得有刺激性的状况，我们会希望就是酸类的产品就要先暂停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除了会脱皮，那我们修复完了之后，其实过一阵子会出现所谓的爆痘期，是，那就开始有跑出粉刺然后痘痘就开始伴随而生。是，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我想要知道就是这种爆痘期大概要多久以内是正常的，然后多久以上我们应该要赶快看医生，然后不 OK 了。爆痘期的话，大概就是像其实我们有时候用外用的药物，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那爆痘期表示是说它粉刺可能开始产生代谢。那不过爆痘期要分成2件事情，就是说第一个，你爆痘是红肿的这种痘痘，还是属于那种闭锁性粉刺，就是包在里面像白白小颗小颗的那种。那个其实是我们要代谢出去的东西。所以如果是白色小颗，它没有红肿的话，那这个其实是好事。可是如果是红肿比较多颗，譬如说超过3颗以上，而且肿的比较厉害的话，那还是建议找医师治疗比较好。所以以数量来说，就是超过3颗红肿的状态之后，最好就赶快看医生。对，然后或者是不管几颗，但是只要红肿痛，
的情形，最好就不要自己随便乱弄。说到药物的话，最有名的酸类药物应该就是 A 酸了。是，实证医学上面有提到，它是现在比较有资料显示它可以增生我们胶原蛋白，达到抗老。对，因为一般来说，我们的酸类产品啊，其实要达到抗老的效果，以保养品的等级来讲，有点难。是，但是 A 酸似乎这个方面就比较多。对，因为 A 酸其实发明已经几十年了啦，然后他们做的研究也比较多。那他们国外做的研究是，譬如说我们擦在眼角皱纹的部分，那发现是说它的确可以帮助一些细纹的部分减少。那他们去做皮肤切片的检查，也有发现说，在切片检查下胶原蛋白有增生，所以它的确对于抗老这件事情是有帮助。可是它 A 酸的问题就是说，因为 A 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擦的，对，而且 A 酸也有分成比较强的第一代的 A 酸，比较温和的第10代 A 酸。那效果最好的是第一代 A 酸，可是第一代 A 酸它就最刺激，像我就不能，因为我以前其实从第一代 A 酸就用过，但我一用我就会有灼烧感，然后就红得很厉害。对，然后但是我又因为它就是大家都说它是效果最好的，是，所以我就每一次一段时间，我就会很想要尝试一下，就是看一看，就是我如今能不能用。这其实有一个小技巧，如果说你擦 A 酸，有的人他是会慢慢适应，可是如果你真的不能适应的话，你其实是可以把它跟乳液稍微稀释一下。如果真的很敏感，你 A 酸1份，乳液2份混在一起擦啊，让它浓度降低，那你至少就算有刺激也会比较少一点。对，那这边先提一下，就是如果你要混乳液的话，乳液要最好记得有2个要点，第一个当然就是成分最好单纯一点，第二个就是要用你平常就习惯的，就你已经使用过一阵子，你确定 OK 的乳液。不要拿那种你忽然间新买一个乳液来混，不然的话我觉得风险蛮高的。对，因为通常你固定有在用的东西，它就是代表你的皮肤的耐受性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这样当然会比较安全，会比较安全一点。是。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，黄医师，像是大家最常问的就是，那究竟用这些酸类，你的皮肤会不会变薄？酸类其实变薄它是一个误解啦，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皮肤受伤了之后，我们都知道会有脱皮的反应。可是当你开始有脱皮的反应，你就会假定你的皮肤有变薄的状况。这种状况我们在门诊病人很常会遇到。可是它其实并不是皮肤真的变薄，而是皮肤处在一个敏感刺激的状况。比较精确一点来说的话，它其实是皮肤最上层，所谓我们叫做角质层的部分，它有受伤，所以它有脱皮的反应。可是当病人觉得会刺痒、痛、红肿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我这样是皮肤变薄了。对，一个视觉上的感觉，对，很直观性的会觉得。对，可是你其实去做皮肤切片，它的皮肤厚度是一样，可是它就是角质层很有受伤，所以它并不是真的变薄，可是它的确是有受伤的状况。对，因为其实大部分迷思就是来自于我们所谓以前习惯就眼见为凭，就很直观的，一看就觉得我在脱皮，我皮肤一层一层的在剥落的感觉。对。可是实际上也有人说过，像是 A 酸这种可以增生胶原蛋白的酸类，它其实长时间的用下来，它皮肤不会变薄，反而会变厚，是真的吗？对。不过它的变化不是在角质层，比较是在真皮层胶原蛋白的部分。对，因为我们皮肤的厚度其实是分成角质层、真皮层跟皮下组织。我们讲皮肤的增厚是指整层的，而并不是单独一层的变化。了解，原来如此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黄医师啊，帮我们大家做了很完整的酸类的解答。如果各位还有任何的问题，都欢迎留言在下面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黄医师喽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平常怎么在家居家换肤，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小灯泡的这些经验分享啊，希望能够让一些想要跟我一起发光，但是又想要找寻一些低风险的人，能够降低许多不必要的伤害，尽量的在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使用酸类产品。如果有其他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及医师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Ivan， 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